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日文系4年级的许金凤，然后这是我的毕业专题，在这个专题中呢，我会制作3.5集，因为其中1集是小彩蛋，对，是特别的那个 bonus 这样。好，那在这3.5集的 podcast 当中呢，我会采访3位嘉宾，他们会分别分享遇到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中间的一些小挫折啊，还有一些突发状况、小细节分享。那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欢迎第3位，请你做个小小的自我介绍。我是东海大学法律系4年级的林庭宇。我参加过1学期的数位学伴教学。那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大3上学期的时候。好，大3上学期。好，那我们接下来会采访一些有关于数位学伴的问题，然后还有你的可能心路历程之类的。那我们先从教材制作的部分开始。你教的科目是英文嘛？对啊。具体来说，应该叫国际视野。哦，国际视野。好，那你在教国际视野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是怎么制作教材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我会先去，就第1节课的时候，我会先问小朋友说他喜欢什么东西，或者他对哪些东西比较有兴趣，像什么食物啊，还是什么地理环境之类的。我就会先问他说，你对哪些东西比较有兴趣？你教的是4年级的妹妹对吗？对对对。哦，好。一个可爱的妹妹。一个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好，那她有兴趣的方面是什么？地理。对，然后他说他喜欢就是出去玩，所以我会找一些台湾的景点之类的。然后他也说他喜欢吃东西。吃东西。对，所以我就介绍一些台湾有名的小吃，跟他们的英文给他。那所以国际视野主要是偏英文比较多，所以你可能在放一些国际的东西。对，我个人的认定是这样。那你在国际视野的教学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互动小技巧？像我的话就是会放一些成语填填看，或者是那种小游戏，激起对方的兴趣。然后他可能遇到一些不会的题目，他就会问我。那你是怎么增加互动？我会放冷笑话。冷笑话。对，我会放冷笑话，就那种很冷的。他 get 到吗？他就会很尴尬的笑个几声。太可爱了吧！好你是如果想要多增加互动小技巧的话，你每一堂课都会放冷笑话吗？就是我会看，如果他这个礼拜精神状况不太好的话，我下礼拜可能就会放。那因为我们是随机配对到不同的小朋友，所以你基本上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你是怎么建立你们之间的那个默契呀、信任之类的？我第1天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每天上课之前，都会分享自己的日常，就是过去1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要分享，他也要分享给我，这样。很棒哎！那你还记得他分享的什么你觉得比较有趣的吗？还是让你记到现在？他跟我说他在家看到鬼。什么？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他就说他跟他哥哥在玩捉迷藏的时候，他说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在仓库里面，好恐怖哦！然后我就说哈，然后我就这样不了了之，我也不敢问什么。其实如果再深入下去的话，这个就变成一个鬼故事了。对啊。好，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种答案。因为我的那个小朋友，他通常都是说什么他今天上体育课跟同学玩排球，然后他很喜欢打排球之类的，就鬼故事就那种也有啊。但最印象深刻就是鬼故事。对啊。Oh my god！ 好恐怖，好恐怖。那在整个计划过程中，因为我们要上10堂课嘛，那你跟小朋友之间的那种联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你觉得你们从2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到对彼此有一定的熟悉度，然后你上起课来也会觉得很轻松，然后得心应手。像是那个妹妹，她之前就不太爱讲话，是那种连她的老师都说，这个妹妹不太爱讲话，然后叫我不要太在意这样。然后结果，反正我就会每天都叫她分享她的日常，然后就越聊越熟啊，然后到最后我要阻止她讲话，她就一直讲下去，
最高的记录是上课前那一个人讲了快10分钟。天哪，那他这样的转变，如果是老师的话，我应该很欣慰耶。我不知道有可能老师觉得说我把他教坏这样，突然变得很吵很激动那就是我们每一堂课之后都要写教学记录，那老师有没有给你什么小朋友对于性格上的回馈什么之类的？他或者就比如说老师告诉你说，哦，最近那个小朋友在班上可能变得比较活泼，或者是他每天都很期待，每次都很期待要上数位学班的课这样。我好像是有看到老师说他变得比较爱讲话，比较活泼一点。很棒哎，不知道会不会把他教得太活泼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转变呐，就是你本来可能很安静，然后不太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上了数位学班，就上了你的课之后，他觉得对面的大姐姐很棒啊，就想跟他聊一些事情，但当然前提是不要太过火啦，那就适度的这样，还不错，我觉得很棒哎，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就是你应该有听说过，前几堂就是还很正常，到相见完之后就完全不说话，真的是完全不说话那种，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还比较宁愿是慢慢转变成爱说话，而不要是爱说话，你就不说话了。再来是有关心态的部分，和第一堂课相比，因为你是对你之前有任何的教学经验吗？除了数位学班，还是数位学班是你的 first time？哦，你教同学算吗？教同学哦，不算吧。如果要单纯论我的这个专题方向的话，不太算。那就是没有。所以你没有教过？你高中或国中有没有教过比较年纪小的小朋友？夏令营那种？好像没有。好，数学学班是你第一次踏入教师的领域，那你在第一次上课跟最后一次上课的那个心态差异，你还记得吗？我觉得第一次上课就很紧张。就想说，不知道能不能教好他，不知道，因为对一切设备都不太熟悉，对，所以就很紧张。但后来好像就变成一种日常嘛，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嘛。对，所以就变得蛮习惯。到最后一堂课，你对那个妹妹的感觉呢？对她吗？因为我就是上完快1学期之后，因为我就觉得我下学期会变得很忙，所以我就不太可能再继续接下去。所以我就会想说，对她来说有点抱歉嘛，没有办法继续教她。对，有一点。那如果你假设你下学期真的比较不忙的话，你还会，因为数位学班它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如果你是续留大学班的话，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教。对，前提是对方也要同意继续参加数位学班的。对，你会选择教一样的妹妹吗？会啊。教一样你比较没有压力，面对不一样的小朋友。对。你有去参加相见环吗？有。哦，天哪！讲到那个。好，怎么了？因为我是到出发前1个礼拜吧，才知道我那天要一个人带2个小朋友。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那2个都跟那个妹妹一样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带吧？结果他们2个碰在一起，未必。整个性格就大变了。一个就给我跑去，很坚持的说我要走在水沟里面。虽然水沟是干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他们2个组合在一起，就是那天非常好睡，是吗？对，我一上回程的游览车，马上睡死。好，居然有这种奇遇。那你第一堂课跟最后一堂课之间的总共10堂课，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成长？成长吗？我是不觉得我有什么成长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能体会现在小朋友在想什么。对，毕竟我已经脱离那个时间好久了。而且现在他们流行的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对。我有问我第2位学伴是一位弟弟，然后问他你有看过《终极三国》吗？你有看过《终极三国》吗？没有。你有听说过吗？有。对，至少听说。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终极三国》，他说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时代的眼泪啊。我们现在问好多东西，你都不太知道。对啊。我们那时候很红的《珍珠美人鱼》，我没有看。然后你至少就是有一定的认知。有。对。然后小朋友现在都不知道。现在卡通变3D 了
这变什么？变3D 画啊。哦，有看过新的 Dora 吗？我一直也认不出来它是 Dora。对，被你这么一说，好像很多会变3D，为什么啊？因为动画技术的进步嘛。可能吧。我们比较习惯平面的啦。那在你这10堂完整参与的过程中，因为数位学伴它，如果你不去参加，你要请假的话，你就是要另外找一个大学伴嘛。你这期间应该都没有请过假吧？对。那你在完整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设备的损坏，或者是不清楚要怎么用？好像有遇到一次，好像是电脑坏掉。对。那你就因为我们上课之前会先测试，就是要提早半个小时到。对。然后先测试，所以还好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现坏掉，所以我就赶快换一台。哦。那有遇到学生情绪不稳之类的问题吗？我遇到就是妹妹太嗨了，一个人讲了好久的话，OK。要不然就是上课的时候还一直瞄旁边，或是跟旁边的。那你这样的处理方式会是？我好像就只有跟他说认真一点。他就认真的这样。因为我跟他说我下次会考试。他就转过来，然后认真听了。对。因为他怕考。你真的有考试吗？有。我每一节课上课前都会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哦。然后就顺便丢给他一些测验之类的。你设备坏掉是初期吗？就是前3堂课，还是所以后面？对。你就中后期。OK， 比较好处理，这样就马上知道换一台电脑。这就是找到的好处啊！对，难怪要叫我们提早到。确实，数位学伴的最后一堂课，我们要做后测嘛。然后代班老师会鼓励我们做一个小短片嘛，或者是那种回忆锦集。对，让小学伴看一下，就回顾我们这一学期做了什么事情。那你有做一个小短片吗？有。你在做短片的时候，你回忆整个上课过程最有成就感、最感动的瞬间。瞬间吗？我真的觉得是他会跟我讲很多话。他那个是大概他们几堂课之后有这样的转变。看到中间可能3、4堂，甚至更后面，他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了。对。那一刻你当下心里的想法是什么？不要再讲话了。有一点。那你有觉得看到他这样转变，你很欣慰吗？对啊，想说。因为我自己也是不太爱讲话的人。所以当我能够对一个人讲很多话的时候，就觉得蛮熟的。OK。你做的短片，你是做什么样形式的？把照片都放在一起吗？还是然后就给小学伴看？他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吗？好棒啊！没有他就笑笑的看完，然后就笑笑的跟我说拜拜。他没有跟你说他很感谢你之类的？没有。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朋友，我遇到2位学伴也没有，就是说，我觉得是他们不太会表达。对。OK。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害羞。对啦。有时候比较害羞一点。有时候好。我还蛮好奇，就是说，在这长达1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中，是什么坚持你走到最后的？因为我有其中一个访谈，就是他到一半放弃了，还是有这样的案例在。对。那是什么支撑你走到现在？我就想说，反正我都结了，我应该要好好把它做下去。而且你中午也没有请假过。没有。我要帮人家代班。对，你还帮人家代班。对。那你帮人家代班要怎么度过？因为对方的小学班可能跟他的大学班已经建立到某种默契了，然后你因为那个大学班突然请假嘛，你就进去帮他代班。那你要怎么跟对方的小学班沟通呢？我觉得他还蛮好沟通的。他蛮聪明的。所以这就整个上课就是让他做题目，然后一些课外活动，然后就结束了。对，我还是有加一些我自己想要介绍的课。而且很扯的是，我教的那个同学，到后面几堂课才发现他是我教的那个妹妹的哥哥。对啊。你说你代班的那个吗？对。你代班过1次？好幸运哦。对啊。而且是我还跟妹妹说，你知道我上礼拜教到谁吗？她说我知道啊，我哥哥嘛。你为什么会知道啊？他为什么会知道？要跟他分享。对，他哥哥跟他讲的。所以他们私底下也会分享数学学班的过程。可能吧。
可能他哥哥也觉得这一次很奇怪，为什么突然上课从一个男的变成一个女的这样？好，好像也是，小朋友通常都会疑惑一下，所以你代班经验就是这一次，然后刚好带到小学班的哥哥，对，很酷哎。那再来是反思跟未来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一整段完整的教学经验当中，这有没有带给你未来的职涯规划，还有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这段经验让我跟小学生产生一些连结吧，让我更懂现在到底流行什么。毕竟它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哎，对啊，它是我们的这个苗子。我们以后可能要靠他们养，等我们老了啦。没对，对啊。然后，对，让我有一种人生中不同的视角吧。更能体会，现在小学生的烦恼是什么。好像也是。那你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因为我4年级上学期有参加黄金神威日文拟声拟态语的教学活动，然后在这个教学计划中，我跟另外一位伙伴要教，也是国小的小朋友，然后那时候在实体上课，我就会比较斟酌用词，我就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替代语嘛，去 cover 掉我本来想要讲那种比较难的，懂吗？有的太抽象了，比较难的词语。那假设我要讲一个，就是例子啊，就是只是例子。假设我要讲风和日丽，但小朋友可能不太懂风和日丽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会把它替代成说，哦，今天天气很好，这样诸如此类的替代话语。那你在跟你的小学班讲话的时候，你会比较斟酌用词吗？我有时候会下意识想要这么做，但是我每次都在想说，说不定他根本就知道。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试试看，反正他不知道，我再跟他解释就好。对。那他会真的跟你说，你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他会问吗？好像不太会。所以就是默认，可能他都知道，大概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有时候会问他说：“你知道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意思？”他就会说知道或者不知道。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这一份 podcast 是 for 那些想要踏入教学的人，不管是线上教学还是实体教学啦。我这是因为我的经验都比较着重在线上教学。那对于那些想要开始教学的新手们，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帮助他们度过初期的迷茫感呢？我觉得就我来说，因为我在初期的一些教学或是教材上面，妹妹给我的反馈是她觉得太难。对于我这个脱离国小很久的人类，我家也没有国小的小朋友这样，我就会不知道我应该要把难度拿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回去问了我认识的国小老师。所以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在这个阶段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不用那么快去了解的知识。就是问有经验的人，然后倾听你的这个被教学者的意见，都很重要。对。那你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啦心中的那一把尺那个标准，因为你自己在这多少22年嘛的求学经验，你一直都是被教学的人嘛，那你第一次经历这个数位学班，这是你换成了老师的角色，你自己觉得一位好老师的重要特质是什么？我觉得要是可以因材施教，你就要跟就是对于你的学生给了反应或是反馈，来去思考，就是说自己有哪边是需要改进。像我有时候前几次上课，我可能会讲话语速很快，或者是很快就这样带过去，但他可能就还没有吸收到。对，所以就要问他，然后自己再改进。对，有些事情就是真的要问了才知道，不然他妹妹也不太爱讲话。对，他们有时候真的是哪里不懂，他们也不会跟你讲。所以你就是要主动去问说这一题有没有听懂，所以就是因材施教，然后主动询问。那再来是一些额外的部分，这部分是没有蕊过稿的，你本人也没有看过，所以你要就是依照你第一直觉
第一反应回答就好了。就从脑筋急转弯是不是？好像也没有那么的这个需要动太多的脑筋啊。在这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是让你觉得学生的反应超乎你的预期？就是你没有预料到他会这么做，或者是他会这么说。举例来说，他可能突然告白啊？告白不是说就是说好喜欢你，跟我在一起，不是啊，就是说姐姐，我觉得你这部分教的很棒，或者是他突然丢给你一个他自己的人生座右铭之类的，还有什么突如其来的电子小礼物啊之类的。他好像有突然问我说，为什么比萨斜塔是斜的？哇！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教那个欧洲。然后就突然给你一个额外的问题。对，他那阵子真的是很喜欢问问题。就是 PPT 里面看到有什么，他就问一下。那每一次按下视讯那个键的前一秒，你都在做什么？整理头发吗？还是看一下今天的状态啊？看一下耳机角度对不对啊？我都在看小抄，因为我会先把我今天要教的东西，有什么重点，先写在一个 Word 里面。对。就是小看一下小抄，对，大概掌握今天要做什么。对。OK， 那你说第一堂课会紧张吗？那你现在穿越回去，重生之我是数位学班的大学班。你会给第一堂课的自己说什么样的话？前提是除了加油以外你不能说加油，你要跟你自己说其他的话。我会说没关系，你过几周就会习惯了。虽然你很忙，虽然你都在半夜才做 PPT， 但是没关系。鼓励你当时的自己。对。那你在这10堂课10个 PPT 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做的特别失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我当初怎么会做出这种？我觉得还好有可能是我本来就没什么审美吧，一个 PPT 就长差不多。就是我就会放很多照片。对。按模板都差不多嘛。对，就背景都会长一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太花俏的东西。确实。而且通常那个背景都会被我的图片盖过去。我就很喜欢放很多图片给他看，因为我不觉得他会喜欢看字。对。我觉得多放一些图片是也比较好吸收吧，你也会比较有意愿想要去看的。他也跟我说比较多图片，他比较容易专注。对。OK。我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让你跟妹妹互换，就是让她来教你，你会想要让她来教你什么样的科目？我觉得数学吧。为什么会选数学？因为听说他的数学好像蛮不错的。因为我有个朋友是教他的同班同学。对，因为他们都认识嘛。然后他同学数学很不错，他也很不错。妹妹她自己没有报数学吗？因为数学班她是可以报，就是一个小朋友可以报两三个两个科目吧。好像有我忘记是数学还是国文。所以她除了国际视野，她也有报其他的科目。对。因为我之前的小学班，我想说每一次都是我介绍额外的那种影音教材，好像有点太无聊，因为每次都是我，好像也不能说我想听，就是我觉得那首歌弟弟可能会喜欢听。然后这首歌，假设英文歌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句型，他之后会用得到。所以每一次都是我选。有一次我就想要让弟弟自己选，说你想要介绍什么歌给我。然后你可能就自己有空的话做了2-3页 PPT 吧，结果他没做。我觉得叫他们做 PPT 有点太困难了。对啊，我就不想给他太多压力，我说你有空就做你如果真的没空还是不想做的话，你就告诉我是哪首歌我在课堂上播，我们2个一起听就好了。结果他就是没做他最后选了一首五月天的歌。教什么？教数学。弟弟的话是教国文。妹妹的话是教数学，但是妹妹我就没有让她播她想要播给我听的歌这样。因为后来教弟弟之后有比较多的弹性时间，因为弟弟本身就很聪明，也不想要再给他一些课上的压力。数位学班是国小上了整天的课，然后你要再留下来上数位学班，我就说好累，就多给他一些课外课程。所以我就让他介绍嘛，那我们就听五月天，我记得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啦。好，那这整个数位学班的教学分享
就大概到这边。我们谢谢今天的静瑜同学，谢谢你来当我的嘉宾，让我的这个专题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因为就除了其他2位嘉宾都是日文系，就是你一位法律系，非常棒，谢谢你的参与，谢谢，拜拜。